1012参加2026正在考古系列讲座，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做好利用好考古成果，增强考古学传播力度，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湾下1012与深圳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深圳市国学文化研究会，持续打造正在考古文化品牌，致力于系统化推动考古成果走向公众，构建城市文化记忆共同体。为展示中国考古的多样性，我们的系列讲座将围绕中国100年100大考古发现展开，每期邀请全国各大遗址发掘领队、考古院院长、研究专家莅临深圳，给我们带来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时代考古、各历史时代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主题讲座，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从江口沉银的明末宝藏到陶寺遗址的最早中国，从海昏侯墓的西汉传奇，再到妇好墓里那位文武双全的商周王后，我们一路追寻文明的印记，不断靠近历史的真相。再过一天就是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各大博物馆都会陆续亮出压箱底的宝贝，用各种新奇的展览吸引大家走进历史。但今天我们在深圳，我们想给大家做的远不止看展览这么简单。博物馆里的三星堆文物固然震撼，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夸张的坐木面具、高耸的青铜神树，背后藏着怎样的王朝兴衰？那些震惊世界的祭祀坑，真的是古蜀人祭祀的产物吗？我们今天没有把文物搬来现场，却请来了一位比文物更稀缺的讲述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院长孙华，他将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为你揭开那些博物馆展签上没写、网红解说里没提的三星堆的另一面。这不仅仅是一场讲座，更是一次听故事、破案揭秘的旅程。在博物馆日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透过考古学家的眼睛，去读懂那些静态文物背后真实跳动着的历史脉搏。让我们有请孙华教授。谢谢你，各位博物馆的朋友，各位深圳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由于它是考古的发现和认识，可能会有点专门，我尽量能够用比较浅显的语言来讲。不过我的嘴好像比较笨，本来我是学师范的，后来不让我教书，就是说好像讲不清楚，所以后来从事文物工作，从事了文物工作以后，再考的研究生，后来还是教书，只是没教中学，教了大学，好，言归正传，不能多说。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三星堆遗址。这个遗址呢，它位于四川盆地西面的成都平原，它是位于成都平原的北面。成都平原有2个冲积扇，北面的一个比较小的冲积扇是沱江冲积扇，南面的是岷江冲积扇。沱江冲积扇，所谓的沱，现在我们就说，名山到江，东别为沱，就是从一个大江里流出一条河，最后又回到这个大江里，这么一个水流叫做沱。古代的沱江和现在的沱江还不一样，我们现在说的沱江冲积扇是现代的沱江，它从龙门山流出来以后，穿过龙泉山，最后在四川泸州回到长江，这是个大湾。但是古代的沱可能小一点，就从都江堰那流过去，都通过成都市区，最后在江口沉银那个地方流回岷江，这是一个地理知识，就是沱江。那么三星堆呢，
它在沱江冲积扇的广汉市的北面一点儿，南面就是广汉。古蜀道现在的川陕公路都从广汉那儿经过，但是更古的道路可能更偏北一点，所以这个遗址它在更北面一点也正常。因为到战国时候那些遗址基本上分布在龙泉山的那一线，战国以前，以后才龙门山的一线，以后才往南分。那么这个遗址它在有一条河叫鸭子河，古代叫堰江，野鸭子的叫堰江。现在河里面也还是有很多的鸭子，只是现在有河堤，大家看不太见。今后正在建遗址公园，遗址公园建好以后有个清水平台，说不定大家可以看见很多的鸭子。那这个鸭子河的南岸，就是三星堆这个遗址。除此以外，还有一条河叫马木河，就是南边的那条细细的河流。过去它可不是细细的河流，相当的宽广，可能水量和鸭子河差不多。等会儿我会说到，正是这条河马木河，它的左右摆动，把三星堆遗址破坏了不少。我们看它的西南城角、东南城角都已经被马木河水所破坏。不过呢，三星堆这个城址，三面的城墙大部分都还保存，里面还有3个小城也保存了一部分。但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遗址，它在历史上，却没有留下它的痕迹。我们不知道，就是它古代叫什么。最早的发现，那是1934年。我说的是科学的发现，就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认识到它，那是1934年。1934年的时候，华西大学博物馆像葛维汉先生等，根据1927年这个地方出土的一些玉石器这么一个线索，找到了这个遗址，在这里开展了第一次考古发掘。从那以后，我们都知道三星堆很重要，是四川最重要的一个中心遗址。但是社会公众大家不一定知道，考古学家是知道的。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就说那个四川的专家是那个认识不到三星堆的重要性，直到北京的大专家去了才认识到，那个是抬举。本来四川早就认识它的重要性，要不然文化大革命一过，80年立刻开始连续的考古发掘。80年、82年、84年、86年双年发掘，单年整理，当时的学术规划。结果到86年的时候，就发现了2个器物坑。这2个器物坑的发现，里面装满了大量的青铜、玉石、黄金、象牙这样的珍贵文物。好些文物过去我们从来没见过，当然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当时媒体没有这么发达，但是通过平面媒体，通过电视，全世界的人们也都知道了三星堆。从此三星堆，就在国内外巡展，有很多的人，都看到了三星堆文物，并且，被三星堆的这些奇特的文物所吸引、所震撼。这里我就要强调一点的是，在这之前，考古学界都知道三星堆的重要性，要不然1980年第一次启动发掘的时候，就对三星堆进行了航空摄影。那个时候航空摄影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小孩都会放出一架直升飞机，放出一架无人机。那个时候，真正的大飞机，我们空军支持的，轰炸机，
直升机来照相。那个时候你说我们不重视，没啥重要性，会派出我们这些飞机有带摄影机的飞机来进行拍照。我们现在看见的80年代的那些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的，所以很早考古学家就知道，但是走向大众1986年以后。那么86年发现了2个器物坑，那么三星堆的考古学家他们的注意力当然也被这2个器物坑里面的东西所吸引花了大量的力气去整理这些东西。这个遗址的考古呢，就没能按照以前的计划那样推进，但是遗址的发掘一直在进行，而且在这个发掘过程中，在三星堆1、2号坑的整理过程中，整理者还有一些研究者，大家都提出了一些疑问：怎么1、2号坑里面的东西有很多是残破的，残破的部分又没有东西可以把它拼对起来，但失去的那一部分在什么地方？当然会有这个疑问。另外呢，1号坑和2号坑之间还有那么远的距离，这中间有没有坑？连我也有这个疑问。不止一次，向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负责人，包括曾经的院长，后来在南方科技大学当过老师，退休下来的高大伦教授，就是现在在山西大学，我也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并且他也安排了队伍进行钻探，结果没有钻探到，没有钻探到也是有原因，原先这个地方是个砖厂，三星堆嘛，高出地表的几个土台子，在平原地区那是很难得的，那么正是烧砖的好原料所以那个时候三星堆这个遗址范围内好多个砖厂，有的是想去取这个城墙的土，有些就想去取这个三星堆的土，所以三星堆的3个台子就取掉了2个半，然后就发现了1号坑、2号坑，在大家的呼吁下，在上级部门的干预下，机专长撤出了三星堆，然后才有保护的行动开展。但是机专长撤出去以后，就开始发展旅游了。那个时候好像全国都在搞旅游，恨不得一个土地庙也要搞旅游。结果这个地方就堆成了一个假三星堆，不是被挖掉了2个半吗？又把周围给堆起来，一堆起来就把真的三星堆的埋藏坑给盖住了，所以当时没有探出来，探工的探产的深度没有打到这个坑口，但是考古学家一直还是不放心，一直在周围进行钻探发掘，最后就找到了其他的8个坑，就把这个假三星堆拆了，然后开始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那么这些坑一发现，那么原先的坑里面的一些问题就解决了，因为这些坑里面的东西好多和原先的2号坑可以拼起来的。原先我们8个坑至少是6个一批的坑，只挖到了2个坑。那么我们以这2个坑的研究得出的结论，那一定是瞎子摸象。如果这个研究者摸到了那个象头，就是把这个2号坑给抓住了，那么他得到的结论可能相对准确，因为2号坑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在2号坑，3个神像都在2号坑。那么如果他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到其他问题，
他就可能摸到一条象腿，他就可能有引申出其他的一些观点。所以过去的研究可以说90%以上可能是错的，很多是走入歧途，就是进行了引申，就是资料的不完整性。现在资料终于完整了，我们可以讲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那么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这是两码事。我们有一些社会公众老给我们提问题，说你们考古学家就怕把三星堆说早，害怕早于中原。三星堆明明公元前2000多年，你们要说成1000多年，是这个，他就是把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和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弄混了。三星堆遗址里面包括了3种文化，最早的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它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400年以前，或者是有的人可以找到，说不定找到2500年。但是三星堆文化是第2个文化，它没那么早。现在最早我们知道大概是公元前1700年，就是夏代的晚期。有些爱好者，他把这个遗址的开始年代和文化的开始年代弄混了。另外呢，三星堆确实是以三星堆文化做主体，这个三星堆文化它也延续时间很长，至少包括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概是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前1400年，这个时候三星堆文化里面的外来因素最主要的一个是2里头文化的因素，一个是齐家文化的因素，还有来自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的因素。这3种因素他们的和以前宝墩文化的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三星堆文化。所以在三星堆文化的早期，青铜器很少，玉器的数量就是也没有后来那样丰富多彩。但是到了公元前1400年以后，三星堆文化它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它通过长江中游接触到了商文化，吸收了商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和工艺，然后它把它运用到它的艺术创作里面，在它的木雕的基础上，木雕艺术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整套青铜的神像、青铜的人像，还有各种介于人和神之间的这些器物的形象。所以三星堆前后2期是判然有别的，但是它的陶器又是基本相同的。我们现在看见三星堆文化的这些面貌，主要是晚期，就是最吸引我们眼球的是晚期的三星堆文化，这是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另外一个呢，我要请大家注意呢，三星堆文化，我们现在看见它的这些特殊性，是由于我们发现了它的神庙里面的东西的埋藏坑，不是神庙，神庙在更北面的城里面，它是把神庙毁坏的东西大概不敢用埋起来了，是神庙里的东西，神庙的东西都是特别的东西。你到我们现在哪一个庙里去看，肯定跟你家里用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看佛教的寺庙、道教的宫观，还有杂寺的那些祠堂，
你看它里面的东西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用的东西，所以三星堆的特殊性很大的程度上是我们非常幸运的发现了神庙里的东西。这些神庙里的东西非常难，我们只能很晚的这些神庙我们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早期的神庙早就因为各种战乱，要么只剩一个空壳，要么连房子都没有了。我们到欧洲到西亚、埃及那些地方去，北非去参观，我们看他们的神庙，神庙里面还是空的，那它是建筑还在，建筑上的雕塑还在，真正里面的那些好的东西早就被搬空了。三星堆里面是庙里的东西，庙不在了，庙里的东西在，所以它很容易遮蔽我们的眼睛，觉得三星堆很奇怪。奇怪是由于发现有它的偶然性，我们碰巧非常幸运地发现了这些东西，其他的文化没怎么发现，所以我们觉得特殊。我们试想，我们把三星堆这些8个坑里的东西都不看，只看三星堆遗址里面发掘的东西，我们得出的结论跟现在的结论一定不一样。不过三星堆这些东西确实重要，因为我们看坛坛罐罐，我们对这个社会就了解的不是太多，但是这些神庙里的东西，它铸出了神像，我们知道它的崇拜对象，它铸出了很多人像，还有很多人、神、动物、器物的组合形象，我们就知道它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它对我们认识三星堆这个文化、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材料。我觉得三星堆之所以这么多社会公众他都想参与来进行解读，他就觉得我能看懂一点，你们专家说的不对，我也来猜一猜。所以我经常收到有爱好者寄来的文章，有些还自费出书，寄给我说你们专家解释的不对，听听我的解释。当然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就是大家都关心三星堆，但是呢解释它也要有一个学术的一个基础，不是，因为它都是不完整的，你是首先要复原，把一件件器物复原了，我们通过一个碎片看见的信息和一个整体看见的信息，但是不一样的。你一个整体看见的信息和一群整体组合起来怎么摆的，你看到的信息又不一样。这一些工作都没有做就开始想象，那就肯定要出错。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大量做的工作就是复原工作。这个复原包括了多个层次的复原。另外呢，三星堆3个时期3种文化，他们的重要遗迹有不一样。在早期的宝东文化的时候，就是第1大期的时候，没有城墙，但是沿着2条大河之间的河中间有聚落，人们都在河边居住，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聚落。这个聚落可能是成都平原最大的聚落。它为什么不修城墙？在宝东文化的时候，其他的城市都修起了土围子，有的还不止1重、2重城墙，而三星堆就不修城墙。为什么？只有最强大的集团它不修城墙，它是进攻性的，就跟我们后来的草原族群、草原国家一样。蒙古崛起，你看它就没有城。蒙古大西夏的时候，成吉思汗已经受了伤，臣下都劝他回去，劝的理由就是西夏是有城之国，跑不了，
你伤好了再来打。你看，这就是草原国家和农业国家之间的差异。农业国家在和草原国家对峙的时候，往往是处于劣势，一个是机动性，还有一个攻击目标没有。草原国家它有农业国家的城市可以攻击，农业国家抓不到草原国家的骑兵主力，它是游动的，它没有你的攻击目标。这个是我想三星堆早期没有成，正是由于它的强大。就是在第一期宝墩文化的时候，它就是成都平原最强大的聚落，最后统一了成都平原。到了第二期就开始筑城，在早期还是筑一个小城，只有一个小城，但是到了晚期才筑大城。筑大城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国力已经步入前面了，开始要保卫自己。这个不光是要进攻了，早期嘛，只是把自己的国军啊这些统治阶级保护起来，有一个小城就够了。晚期就要不光有小城，要有大城了。这也和国力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现在看见那个黄土高原上的夏商时代的就是龙山到夏之间的石峁遗址，我们觉得哎呀，多么壮观，筑那么大的城，那么早就有马面这样的设施，还是石头做的，就觉得好强大的一个国家。我反着想，他要花那么大的人力物力来保卫自己，是不是他没有什么进攻能力？这也是一种解释。那么到了三星堆遗址的第3大期，有12桥文化的时期，它这个城市走向衰落，还有人住在里面，但是水系已经破坏，城市已经破坏，它的中心已经移到它南面的成都市郊，也就是金沙遗址。那么今天呢，我想讨论这样的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三星堆聚落形成和发展的自然背景，三星堆人的水利工程建设，以及三星堆城的形成过程。第二呢，是三星堆遗址3种文化之间的2次大变动，它的背后发生了什么？对它的文化现象做一个历史的解读。也就是我箭头所说的那2次变化，从没有城到有城，从有城到城市毁坏，城市地位下降，中心的迁徙。第3是对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特点和价值，包括三星堆器物坑的典型文物，谈点我的看法。首先，我们谈第一个问题：三星堆人对水资源的利用。刚才我也说到，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沱江冲积扇跟岷江冲积扇不太一样，岷江冲积扇主要就是一个水口，就是从都江堰那分岷江水进入到平原核心区域，在那儿分成了若干支，成一个扇形，最后回归到岷江里边。但是沱江冲积扇它不是一个水口，它有3个水口，从山里面的这些水都汇集成了3条大河，流出这个大山。一条是北面的，那就是我这个是从南面说起，一条是南面的，那一条河古代叫做尖江，
尖江的出水口，古代人做了很多水利工程，叫做尖江堰。岷江的一个叫都江堰，这一个叫做尖江堰。尖江堰也是获得了世界水利工程世界灌溉工程的名誉。去年收的牌，我也去参加了那个活动，我正好在三星堆。它也是著名的一个水利工程。这条河也就是今天的马木河、鸭子河，都跟三星堆有关。然后还有个小石河，这些都是南边的三星堆遗址，就位于南边的这一条河里面。中间的那条河，现在古代叫做罗水，现在叫做石亭江。北面那条河，古代叫做绵水，现在叫做绵远河。三条河有3个小冲积扇，它跟都江堰不太一样，有3个小冲积扇，然后向东南流，在现在的金堂县赵镇这个地方汇成一条，这个汇流以后的这个沱江水势大增，它就切开了龙泉山，流到了川中丘陵地区，并且一路向南流去，最后经过了好些地点，像我们著名的自贡这些地方，流过去到泸州，汇入到长江。那么这一条河，就是这些水流，我们可以看出，它整个的地形是西北高，是东南低，靠近东南金堂赵镇的地方，它是经常可能闹洪水的地方。现在金堂还经常闹洪水，就是稍不注意，它就会水流不畅，就会对县城造成威胁，所以不断的在进行水利工程。所以古人他一般不会住在最靠东南边那个地方，他一般住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就是水流已经比较缓和，它位于冲积扇的一个边缘的这么一个地带。三星堆遗址正是在这个位置上。那么由于龙门山区它是一个地震的多发地区，是对现代影响最大的就是前不久发现的5.12汶川大地震，它就发生在这一个沿线，其中一个重灾区就是绵竹，绵竹就在德阳市，就在广汉的西北面一点儿，所以古代的地震灾害，它会造成这些山前这些冲积扇河流的紊乱，出现改道或这样的一系列现象，这样的现象就使得这些河流的古今状况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看见的有些现象，古代可能不这样，但是3个水系古今都差不多，在每个水系内部，以及水系与水系之间的交汇处，颇多变异。从鸭子河和马木河清代以来的变化，我们可以知道，从清代到现代，这2条河就变化了很多。清代的时候，从尖江口分水最多的水口，水量最大的是马木河，鸭子河和小石河加在一起才是马木河的水量，而现在马木河就没什么水，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很近的时候才形成的。在这个历史上啊，鸭子河和马木河对三星堆遗址影响很大。早期的马木河并没有在现在这个位置，从这里进去，像几字形这么流过。早期的马木河在哪个位置呢？在这个位置，是在城的南面流过。三星堆这个遗址北面是靠着鸭子河，是南面是靠着马木河，正好把马木河这个两个头给封起来。但是现在我们看见的河流主要就是鸭子河，不过我们从地形图上还是可以看出马木河这个宽广的河谷，这都是历史上形成的。这里还要说一点的是，我们如果看这个黄颜色的地带，我们就会发现古人啊，三星堆人啊，他们在这里建立聚落，包括宝东文化时期建立聚落，他还是选择的很好的。这个地方正好位于比较高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呈一个舌头一样的地方，这个地形伸出来，正好一个三面低中间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古人选址，除了两河之间，还有这个地方本身比较高，周围比较低，是一个比较好的大型聚落的选址的地方。马木河现在的情况，非常的不自然。水利学家早就写文章指出，我看最早的是1995年，在四川水利上就有文章指出，古代的马木河不应该跑到哪去了啊？以为出现问题，吓我一跳。那个当时的专家早就指出，这个马木河这样从这个流过来，突然在这里拐个几字形，很不自然，不像一条自然河，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我也曾经分析过，我说马木河的这个河段的这一节西面这一节的形成，一定是晚于这个西面这个城墙的年代，因为古代人修城墙不会把城墙修到河的外面，一定是修到河的里面，要用城做护城河。你现在把城墙修到河的就是对岸，你这个河就来阻挡自己上城墙，那肯定不对，一定是在三星堆这个城以后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拐。这是我以前也做过这个分析。那么马木河，在清代的水量还超过了鸭子河。它的水量的减少，一个是近代的地震，使它的上游发生了紊乱。第二呢，就是人民渠，修了一条人民渠，从都江堰那儿引水，横着就沿着这个龙泉山向北，来灌溉川北的那些农田。我在70年代，就是76年，我下乡当知青，那个时候人民渠都还在每年讨河，但是引来岷江千里水，灌溉川北万亩田，我们都去河边挖泥巴，就是担泥巴讨河。那个时候，那条河正好在马木河
这个中间穿过去，就截断了马木河，所以那以下就没水了。另外呢，把小石河的水作为泄洪渠，也引入到了鸭子河。鸭子河的水量大增，其他的2条河本来是3条独立的河，最后就变成了1条鸭子河。那么古马木河，它应该是这样的流过去，三星堆正好在2河之间。那么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除了这2条大河以外，在古鸭子河与马木河之间还有1条连接的河。后来的马木河水泛滥，实际是利用了这条河的一部分河段，冲进去又冲到这条河里面去了。那么早期这条河，过去我没有注意到，后来我才发现，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在仔细的读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考古简报，在他们的简报里面的地层里面，我才发现，在相当于三星堆的那些城墙啊、建筑啊，它的下面边缘压的有一条更古老的河流，这个河流在三星堆以前就存在，所以有些问题我一下就清楚了。原先在这个位置有一条河流，这么由于洪水泛滥，它漫出来了，就流向南边的马木河。后来宝东文化的人就利用了这一个地形，在这河的2边修房子，他们的聚落就围绕着这一个我称之为之字河，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免得就是太长了，大家不好听。鸭子河、马木河中间之字河，给它起个名字。他们在之字河周边居住。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有很多证据，这是其中的一个证据。我们就看见，在这个位置，这个探沟，这个位置，这边是宝墩的地层，但是到这里就斜着下来了，一直有150多米，到这个城墙这边又上去了，中间是一个很深的河道，这个河道它的上面压着三星堆的城墙，这上面就是城墙的护城坡的这个位置，这边这个斜坡上又压着三星堆的城墙，所以这下面是宝东文化的堆积，所以这个坡一定是在三星堆晚期的这个城墙和宝东文化的时候，这个之间就有一个地面，这个地面不是平的，上面是平的，所以修得有建筑，这里是河道，所以没有堆积和建筑。当然，这样的证据我一共找了3组，就是在已有的简报里面找了3组。还有呢，我们做钻探，就也发现了从这里有一条河，但不是这么直着拐的，这么斜着拐过来，也钻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三星堆早期的城它不紧贴着鸭子河修，不利用鸭子河做护城河，它要这么斜着修，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条河，它可以利用2面做天然的护城河，在那筑城墙，所以它的这个小城就脱离了古鸭子河的南河岸，
是这样一个情况。由于这个地方进水对城有威胁，所以三星堆人改变了入水口，把这个入水口放在上游，这么过来，这样使这个小城既有水用又比较安全。这条河这个水道现在已经废弃，但仍然是三星堆遗址里面的一个区域的水沟，现在在地形图上还能看到。我也沿着这个河走过，它正好是它的尾端，就在鸭子河的河岸，现在修了河堤给截断了，以前应该可以相通。所以这一条河的发现，我们有些问题我们就解决了，包括为什么这个城要这么斜，而不是像鸭子河，不是紧靠鸭子河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了。到了三星堆第二大期，也就是三星堆文化的早晚期之际，大概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三星堆人呢开始了扩城。这一次扩城，它向南就扩到了古马木河的位置，在古马木河，利用了古马木河这个 V 字形这个拐弯，在这个地方引水。这么过来，再流回去，这样呢，就形成了就是截弯取直，形成了一个护城河，在它的里面筑城墙，在它的东面，就是在原先的小城向东扩了一段距离，修了一道城墙，在它的北面。现在我们找不到城墙，但是当时一定也是有一道城墙，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还发现了文化堆积，还很好，有很多的建筑在这一带。当时的建筑，现在我们才知道有一些建筑，我们以前老在地面发现一条一条的痕迹，然后还有横向的痕迹。纵横交错，从垂直90度交错，这样一些痕迹是干什么的？最近的工作非常仔细的工作才知道，它是当时的建筑，就是底下是用木头把它架空的，在上面再铺木板，这样的地面，所以它是木板，木方。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网格状，然后这个木头朽烂留下的痕迹，浸湿在土里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网字格的，这样一些形状。这样的建筑在这个区域还很多，所以它北面一定有一个城墙兼河堤的设施。此外呢，三星堆人还改变了过去的河流的走向，因为他可能还要利用这一个区域，如果这个河流这么下去，对他利用这个区域不利，所以他把水从这个东水门这里引出去。现在我们进行了考古发掘，已经把这个河道基本上卡明了，从此以后，三星堆就形成了一个大城3个小城的这么一个状况。另外呢，形成了中间有一条河，把这个城分为南北2个区域的这样的城市格局。我们小结一下三星堆的河流和城池之间的关系，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早期2大河之间有一个支治河，聚落围绕着支治河北部排列。到了三星堆文化早期，进行了水利设施的改造，沿着支治河的北河道和东河道，修了这个
三星堆的最早期的西北小城，到了三星堆晚期进行了扩城，使它成为一大城先三小城，的这么一种状况。好，下面我要介绍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三星堆遗址2次文化转变的背后。三星堆遗址，我们前面介绍过，它可以分为3个大期，3个大期就是3种文化。那么这3种文化，除了那个器物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外，聚落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它有哪些现象？我们觉得它不自然，不是一个聚落自然发展应有的现象，而是一种强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内部的原因还是外部的原因？是敌人打来了造成的，还是我内部本身的一种诉求？像这些，我们都想在这个问题里面，这一节里面，进行解答。首先，我们看三星堆第1、2大期之间的变化。三星堆聚落大规模的开始营建城墙和城壕，是在宝东文化时期聚落的基础上进行的。过去我曾经有一种观点，我认为是三星堆很强大，三星堆这个聚落很强大，它逐渐消灭了成都平原其他的宝东文化的古城，统一了成都平原，然后统一了四川盆地。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统一的过程就是三星堆聚落的人们，他原来的人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就是宝东文化晚期的这些人就是以后三星堆的这些人，尤其是三星堆这个聚落的统治者，以后就是三星堆国家的统治者。但是后来我看见好像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我在这个遗址里发现了一系列现象，就是三星堆早期建成的时候，这次城啊，它不是说修个城墙把原先的聚落把它围起来，而是把原先的聚落全部都摧毁了，在上面重新规划的城市，所以它的城墙下面往往都压着以前的大型建筑。另外呢，这些大型建筑好像都是被烧毁的，在地面上都有一层黑灰，就是草木灰，就是建筑被烧毁的那些东西。我就在想，我扩城嘛，我在外面修个城墙就行了，或者在统治阶级住的地方修更好的房子就行了，我要把这些房子都烧了？一般老百姓继续住他的房子嘛，用不着统治阶级除了给自己修宫殿，还给所有老百姓都修房子，可能很少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他这一个动作好像有点不自然，像这是青关山城墙下面就压着宝东文化的大型建筑。宝东文化大型建筑一般来说它就有前面有柱廊，有柱洞，然后才是沟槽。它这里有若干组前面带柱廊的房子被压在城墙下面。这是我过去的这个观点，就是成都平原这些古城，最后都被三星堆统一了。三星堆聚落，到后来的三星堆国家，三星堆的都城，它是从三星堆聚落逐渐发展过来的。那么按理说，在宝墩文化的时候，那么多聚落都在筑城墙，三星堆都不住，它很强大。
那么三星堆这个聚落把其他城市都给摧毁了，统一了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他应该不筑城呢？他为啥又筑城了？而且把自己的这些房子都给烧毁了。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解释不通，过去的解释有点不通。另外，如果说仅仅说我扩城，我就是要把原先的房子都拆掉了，就跟我们现在有些地方拆了古城建新城一样。但是有一个现象我更不好解释，宝墩文化的时候的人们用土葬，而且有专门的墓地，有些墓葬规模还蛮大。但是呢，三星堆文化的人突然不用土葬了。丧葬习俗是非常保守的一个习俗，移风易俗是最困难的一件事儿。人们都重视死者嘛，我原先我都是把死者入土为安，挖土坑做木椁把它埋起来，现在我突然不埋了，一定是统治者，三星堆的统治者和原先那个聚落的统治者不一样了。这个统治者不用土葬，他才会强制人们都不用土葬。我觉得在三星堆和在宝墩和三星堆之间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事件。还有一个早期三星堆聚落，也就是宝墩文化时期的三星堆聚落，这些人们玉器用的很少，只有一些发髻这样的一些装饰品。但是到了三星堆文化早期，玉器一整套礼器就开始出现，但是这些东西都不用在墓葬里，没有墓葬，它的这些器物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还有呢，三星堆的一些陶器，陶器是最传统的人们日常生活用器。如果我是宝墩文化的人，继续生活到了三星堆文化这个时期，那么我那些日用陶器也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是一个缓慢的变化。但是到了三星堆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里面出现了2里头的那些陶器，有一些宝墩的陶器就不用了，所以里面尤其是高等级的东西发生了变化，很可能是统治者发生了变化。在宝墩向三星堆过渡这个时期，那么三星堆聚落的人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统治集团，他取代了原先的统治集团，他用他们的丧葬习俗代替了原先的丧葬习俗，并且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三星堆可能内部就发生了冲突，也就是在这个统一的过程中，它内部就发生了冲突。由于新的这些文化因素都不是原先宝墩文化的那些因素，所以它不是原先宝墩文化的那些古城的人们占领了三星堆，而是另有来源，很可能是来自于2里头，来自于齐家的更北边的一群人进入到了三星堆。他们可能也是三星堆在这个统一过程中引入的外部力量，在这个引入过程中可能就反客为主了，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觉得三星堆，这是个结论性的意见，三星堆第1、2大期之间的多方面的变化，再加上三星堆文化早期出现了先前没有的铜器，也就是2里头那种镶嵌绿松石牌饰。三星堆遗具在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除了技术和艺术的传播、交换和贸易影响以外，很可能还有主体族群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导致了日用陶器群的变化、埋葬习俗的变化、仪式用玉器的流行、原先聚落的废弃和新都城的兴起。这是我这一节的一个结论，供大家参考。好，最后可能大家要问，我先把这个问题做我的一个解读。三星堆人怎么处理死者？他不用土坑墓，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到现在一直不断的有人给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三星堆人怎么处理死者？我们也一直想找到三星堆人的墓地，所以在三星堆里面到处钻探，到处挖沟，就是希望能找到。失去希望以后，又在城外到处找，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规模化的墓地，也没有发现像样的墓葬。小孩墓倒有，小孩可能是特别的处理方式，就埋在房子旁边，这样的墓倒有，但是没有发现像宝墩文化时期的三星堆那样的墓地。那么你说他不用土葬，他用什么来处理死者？不外乎2个主要的途径，要么就是火葬，要么就是水葬。土葬火葬应该有火葬的场所。在三星堆遗址里面，我们也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场所。水葬就不好说了。水葬如果他是用一条船，把死者的遗体载着顺流而下，我们就找不到。我还觉得这个水葬的可能性还蛮大。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后三星堆以后的金沙这个时期，也就是12桥文化这个时期，开始流行土里面埋船棺，一直到战国时候都还流行埋船棺。但是在战国时候有一个蜀王族的大型船棺，就在现在的四川省委那个食堂那个位置，那下面是一大片墓地，这些墓地都是一个一个的水坑，大概2米来深，几十米长宽几十米，上面放整木，然后放一条一条的独木舟，中间的独木舟放死者的遗体，两边的独木舟放他们的随葬品，已经挖了一个。所以直到战国中期，统治阶级还保留了放在水池里面的习惯，把船放在水池里面的习惯。至于它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有可能他是想把死者通过水这个介质从此岸带到彼岸。这在有一些原始民族里面是有这样的习俗的。那么在早期，我想三星堆人的时期，说不定他就是真正的一条船，把死者放在河岸河边上，顺流而下飘去，或者系泊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还一直在想，能不能在哪个河湾那个地方使劲钻探，能钻探出沉下去的船。不过这个希望好像比较渺茫。就是等到以后，考古工作城内的都做得差不多了，有这个余力，我们都要用比较先进一点的钻探设备。现在人力钻探河滩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多鹅卵石，那个洛阳船可打不下去。得用机器钻才能打下去，所以我们今后我还有这样的想法，验证一下，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还要进行验证。
第二个，我们介绍一下第二次变化，就是三星堆第二大山期之间的变化。在三星堆文的遗址的第二期和第三期之间，也就是三星堆文化和12桥文化之间，这个遗址也发生了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反映在日用器物上，就是开始出现尖底器。这一些尖底器是三星堆1号坑里面出的。如果以这种尖底器作为指针，那么三星堆那些东西，它埋藏的年代就是在12桥文化的初期了。但是那些东西是以前的东西，主要还是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东西，埋的年代已经到了三星堆和12桥交界处。但是12桥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些尖底器、尖底盘、尖底杯、尖底罐。你想尖底嘛，它就放不稳嘛，它就必须要有一个器座跟它配合。所以在那个坑里面，我们看见还出了好多器座。越往后，这种尖底器数量越多，另外呢，还有一种环底器，照样也是放不稳的东西。所以三星堆文化主要是小平底器，还有其他的一些器物，没有环底器，没有尖底器。三星堆文化的陶器就比较高峻。到了12桥文化这个时候，它还变得放不稳了，尖底环底，日用器物发生了变化。而这一群器物不是成都平原本地的，可能是来自于长江的川江地区，也就是重庆地区，到湖北之间的这一个区域。那么这些器物的年代，我们是现在可以推定，它早于商代末期。因为我们宝鸡，我们看见了四川的这群陶器和周文化的陶器共存的现象，就是这一个器物就是很典型的周代以前的那个高岭岱珠砾。但是同时它也出这样的一群东西，这个东西一般我们都认为是西周以后西周时期蜀文化的东西，因为它的口往里卷，早期的口往外刺，所以这个到这个之间还有点距离，所以这个年代我们推测它大概在殷墟3期左右，这个已经到了殷墟4期或者更晚，这么一个时候。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候，也就是商末的时候，三星堆遗址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三星堆这个器物坑出现。三星堆这个器物坑，它是在这个三星堆这个南面这个西南小城的城墙外面，这是南城墙，这是南城壕。城墙毁了以后，还剩3个堆，就是三星堆，现在只剩半个堆，所以这些坑是埋在城墙外面，它应该是在城里面的这个神庙，城里面那个河南面那个神庙在这个位置，这些东西毁了以后运出来埋在这里的东西，三星堆人处理这些东西还是很谨慎的，他们在城外面找了一块场地，把它平整，先用比较一般的土，包括一些建筑垃圾进行平整，然后上面用好多黄土，进行平整，然后再挖了几个坑，然后有规律的埋藏了这6个坑，后来还有2件东西没埋下去，包括一个烧焦的箱子，后来又挖了2个小坑，把它处理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器物坑群，它们的出现，
正好在这第二、第三大期之间，或者是第三大期之初，所以它一定是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所以神庙才会被毁，里面的东西才会遭到损害，才有这样的埋藏的这么一个仪式和行为的发生。其次呢，是三星堆城内大型云建工程的宗旨。三星堆人好土工，我们说良渚文化的人好土工，就是西北的那个石峁文化的人也好土工，修好大的建筑。三星堆人好像也比较好土工，在里面修了很多东西，其中就包括这个所谓的青关山土台。这个土台是个示意图，那实际上比较宽，它在城墙边上，这里修了一个是宫殿的这个区域，它也是，就削高填低，然后进行夯筑，然后上面修建筑，毁了以后又夯筑又修建筑，至少毁了3次，修了3次，所以形成了高出地面3米多的这么一个土台。原先这个土台还高，有一部分埋在现在的根土下面，最深的地方，距现当时的地表8.9米，那是很高了。这个城墙，现在我们看见的城墙，周围的城墙好像只高人都可以随爬上去，那以前可很高。我们把垮下来的土培上去，最高的地方城外城外9米。城内7米，它是城外是个比较低，它架在一个就是个台地的边缘，所以那个台地城内比城外就要高2米。复原出来的城墙，就是7到9米高，这样一个高度，30来米宽上，那是相当宽大的一个城墙了。这样多的建筑物构筑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实际上一直在营建。到了三星堆的第2、3大期之间，突然终止。在整个第3大期没有一个建筑营建，只有破坏，没有营建。这个地方青关山土台本来是宫殿区的所在。到了第3期的时候，可能跑上去一群不知道什么地位比较低的人，住在上面，他们在上面也没有管理，乱丢垃圾，很快就把这个土台和城墙之间这个道路，这里一个10几米宽的一个道路给填平了，当做一个自然的垃圾坑，非常短的时间就填平了，所以在后来的时代就疏于管理，我们根据器物上下器物是可以卡住这个沟的年代的，就是这个沟的最下面这个坑的出现，它是在三星堆文化的末期，就是这个年代是可以卡住的。其三呢，三星堆城的城墙在第3大期已经严重的破坏。在三星堆的3个小城里面，最后住的是东北小城，以前有一个仓，有个粮仓，所以叫做仓包包仓包包小城。仓包小城最后住，但是最早被毁坏，而这个毁坏的地方，很蹊跷，刚才我说的三星堆的城墙把它复原，外面是9米高、7米高，这么一个可以复原的高度。你看，这是仓包包小城的东北角，在三星堆与12桥文化交界这个时期，也就是第2、3大期之际，这个地方只有1.6米高，整个城墙都被削掉了，正好是这个东北角，现在在三星堆博物馆那个墙那个里面，因为我们有
这个器物可以卡住，有个灰坑在上面，正好是相当于三星堆莫斯二条文化出的这么一个灰坑，就压在城墙上，就说明在那个时候，有人已经把这个城墙给拔掉了。这个拔掉的位置很关键，它正好是在东北角这个位置。我们知道，古代人攻城一般是攻2个地方，一个是从城门，城门嘛本身就是个人们进入的通道，当然城门守的一方就会重兵把守。另外一个就是攻城角，城角好攻，因为城角它一般是一个90度，它有攻的人可以3面围绕着城角进行进攻，形成局部优势。尤其是当发明了炮以后，不是现在的火炮是那个抛石机，在城墙的这个延长线上，各设一门炮，城墙靠近城角这几10步都没法站人，因为它丢上去的石头就在城头上滚，你就守御者就站不了，所以必须是在城墙这个转角处采取措施，要么把城墙这个转角往里收，收成一个弧形，形成不了转角；要么就要筑角楼，挡住炮石。所以，古人攻城往往从角楼这个位置、转角这个位置进行突破。所以古代军事家说，一定不要把城角筑成直角要进行收，要加其他的角台这些设施，来防止敌人利用城角进行攻城。而且我们也看见古代的一些战争的文件，它报告前线消息，好比说明末的时候，明军平定最大的土司亳州杨氏土司，就现在的遵义海龙屯，攻占海龙屯的时候，他那个当时前线不断的有战报去报告给皇帝，什么1报捷阴书、2报捷阴书、3报捷阴书的，一直到往后不断的报战报。你看他攻占海龙屯的后山的第1道城墙的时候，他从前面攻不进去，而当然是用了很多的计策。首先是土士兵慢慢的攻，有这个土士兵嘛，肯定是土士打土士，出工不出力，他就是样子货。但是在攻到3个月的时候，突然把朝鲜前线的最精锐部队换上去，都是火枪，一下就攻破了。攻破1道城墙，立刻挖掉1道城墙，防止敌人反攻。就攻破了城内的杨氏土司的军队，立刻反攻，立刻被火枪火炮打回去。但是为了防止他利用已经攻破的城墙，立刻把它挖掉，再攻破1道，再挖掉，这么层层突破。三星堆是不是这种情况？当时好几个小城在里面，这是最新筑的一个小城，把它攻占了以后，把它破坏掉，使你里面的人进行反攻的时候不会再利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从以上3个方面的现象来看，三星堆遗址在第3大期之初，的确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个变化使得三星堆城从国家中心变成了一个地方城邑。这个变化，使得这个城内的好些设施都遭到了破坏。除了城墙被破坏，水系也被破坏。所以还有水利学家说，是不是马木河的改道是有人从西南利用水进行水攻，但这个没什么证据，
但是确实在那以后，这个水进城了，本来水在城外面流过，水就把西南角冲破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呢，城市的水系也发生了改变，原先的西水门就被淤积了，里面还出现了垃圾坑，像这样的一些变化，都说明城市已经失去了管理，那么还有一个宗教祭祀场所也不复存在，原先的东西都被埋起来了，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战争好像是内部战争，而不是外敌。我们说内部战争怎么会攻城呢？不是城内部的战争，而是三星堆国家内部的战争。一定是当时有一些矛盾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包括三星堆驻外的一些军队也都介入了这场战争。我很怀疑，有一些城市恰巧在这个时候没有了，就包括涪江流域的，现在我们唯一发现的可以肯定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比较大的聚落，以前应该是三星堆派驻的一个据点，这里面可能主要住的是军队，突然也在这个时候没有了，为什么会没有了？我怀疑就和这个战争有关，三星堆的有些统治者把它调回去了。我们回想我们的历史时期，像东汉，当时由于外戚和宦官之间的这个冲突，然后就有人把西面的军阀董卓给调回去，去对付宦官，结果就酿成了大乱。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在三星堆发生？完全也有可能性，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由于三星堆与十二桥文化过渡，这个时候，在都城发生了动乱，发生了战争，而且战争是内部人的战争，所以说被烧毁的神庙里面的东西被仔细的收藏起来，有规律的埋藏。这个埋藏，它是先除了这个坑都是按照三星堆人习惯的方向挖的坑，坑也修得很整齐，这个场地也做得很好，做了一些仪式，先埋青铜器，然后再搁玉器，最后铺一层象牙。为什么会铺一层象牙？象牙有守卫的意义。象虽说是个食草动物，它的力量可很大，就是体量很大的，而且牙齿很唬人，所以古人就把它当做一种就是一种军队的武器，像象兵。古代有象兵嘛？如果我们去看印度石窟寺，我们看印度石窟寺，除了有狮子守门以外，还有大象守门。有的石窟寺前面就是2个大象。我想三星堆人他们的宫殿和神庙说不定也有大象守门，或者前面排列的有象牙在门口的柱子上。我们后来的军门叫做衙门、牙旗，军旗上面也是牙，这个牙都应该是象牙，象牙大家才看得见。你说一个老虎牙就这么点长，真正的牙齿长的是食草类动物，野猪牙、獐牙都比较长，老虎、豹子这个牙反而比较短，并不长，最长的当然是象牙。所以作为一种力量的象征，一种武力的象征，从军门后来移到衙门，作为标志。后来那个象太少了，就用木头刻一个象牙，所以唐代的有的衙门前面是木头刻的象牙。
衙门的衙早期是牙齿的牙，也和这个有关系。所以三星堆的这些坑上面铺一层象牙，也是有意识的、有守卫的意义，让这些东西不为大家所动，然后埋起来走了。这都是内部人处理自己神庙里的东西才会这样处理。如果说外部人打了胜仗，早就当作战利品把它抢走了。这些象牙本身就是好东西，就是贵重物品，再加上青铜、黄金、玉石，都是可以再利用的东西。把它埋起来不利用，这只有自己的人尊重这批东西，认为是他们的神物，不能随便使用，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好，最后我们介绍一下三星堆遗址的特点和价值。三星堆遗址，我们觉得，它的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首先是城市的特点，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一样，包括以后的成都城也是这样，它都是南北各有一条大河，但是有一条人工河，或者自然河穿城而过，把城市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北部分是它的行政区，南部分是它的宗教区，这个大概在三星堆晚期就形成了，它的基本的一个规划模式就是这样，北城区是世俗区，中间有一条河流，东西各有一个水门，南城区是祭祀区，形成了世俗和宗教相分别，中间用水进行联系，可能还有桥，至少得有渡船。三星堆文化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也被金沙遗址所继承，就是保留了大量宗教祭祀相关的遗物，就是很难得。所以三星堆文化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觉，这些人好像一天都在做宗教活动，我们发现了他的庙而已，并不一定他一天都在做宗教活动，那么三星堆人他们神庙里的东西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的，就在于他除了做出了神像，就是这个和这个，这三个都是人首鸟身的像，还有一些其他的象征物，像太阳的象征物，还有神树这些东西。它除了有这些祭器，装酒的祭器，还有组合的祭器或者是场景型的表示通神的器物以外，他还把自己给做出来了。像这样的大同立人像就一个，但是像这样的人头像，有150-160个，不会超过200，但是肯定超过了150个。实际上，当时的神庙里，如果给他装上木头的身体，他就站满了这样的人。只有最前面的一个人可能是大祭司这一类的，领着大家做仪式的，是全部用青铜做的，其他的只做一个脑袋，其他身体和座子都是木头的。所以我们现在到一个庙宇，不论是佛教的、道教的，还是说基督教的，最里面肯定是神像或者神的象征物，十字架这些东西。下面就是祭祀用的那些礼仪用具，我们一般就摆香炉古代就摆顶鬼壶盘仪这些装肉、装酒、装粮食的东西。前面就应该是空着的礼拜空间，真正的我们的主体，我们人去祭拜。但三星堆人不太一样，他们除了把这些都做出来以外，而做得相当的复杂。当然还有这样一个东西，我怀疑它是人鬼主现象，所以它有的大有的小，大的跟这个大的差不多，或者已经彼此
就很少，就特大的就一个，这些就是已经快成神的祖先。另外呢，中型的有6个左右，这是半成神的祖先。这个是最多的是这一类跟人的头像大小差不多的，这些都是后来的祖先。祖先嘛，我们看我们的那些世系图，都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树状，原祖就一个，这么逐渐的繁衍，这个人面相就符合这个规律。这是一个从远祖始祖下来的这么一个金字塔形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我认为它是人鬼，是介于就是那些至上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东西。这些人像，就是当时的统治者。我们现在统治者一般，我们自己人去即是就是了，为啥自己还做个像？这里就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他是为了表示虔诚，我每周去一次，或者是每月去一次，每年去一次，不足以显示我的虔诚。我做一个我的像搁到那儿，我1年365天都站在神的面前，足以表示我的这个虔诚之心。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性，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更大，是什么呢？这些神像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我们做的嘛，我们用木头雕的，我们用青铜做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崇拜它？这就是古人的一个神学理论问题。这个在我们的文献里面说的不清楚，但是在有一些外国文献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些解释，就是说我们明明知道是我们这些人用一些材料做的神像，为什么我们要崇拜它？因为我们人和神之间没法建立直接的联系，神必须依凭于我们用贵重材料，以虔诚之心制造的这样的一些雕塑，它要附着在它上面，我们才能和它进行对话。另外呢，我们人要对话，我们人这个肉体可能也不行，我们也要把我们这个肉体做成一个木头的，或者带着一个脸壳青铜头部的，或者至少一个脸壳子的一个形象，通过我们的灵魂附着在我们的形象上面，神的灵魂附在神的形象上面，我们这样才能发生对话。我想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更大一些。无论如何，三星堆人他的庙堂里是摆了一堂这样的我者，也就是崇拜的主体，没有把这个常字给留出来，或者留出来真正的人的祭祀还在更后面，或者在庙堂的外面，这个跟我们现在看见的庙堂不太一样。我们后面的庙堂都会留下比较大的礼拜空间，摆满了蒲团或者摆满了座椅，这就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试想，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古代也是有的，好比供养人，我们只是没有为了保留这个空间，我们把我们的形象刻在了，或者是用绘画画在了庙的两边的墙壁上，画在了石窟寺的两侧，这就是供养人。如果把它们变成立体的形象摆在中间，那就是三星堆的形象。三星堆把立体的形象摆到中间，这是它的特点之一。第三个特点，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或者前所未见的重要文物，很有特点。这里面最受我们关注的就是那个瞳孔从眼眶里伸出像个柱子一样，像个螃蟹眼，这样的神像。这一个大铜面像，
它一般鼻子上还有一朵云，表现它超凡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灵气，中间那个掉了，但是那个孔还在，那么它的身体是什么？它身体应该是木头的。我们很多学者都指出，三星堆人我们现在看见的只是一个铜的东西，木头的东西都烧掉了。三星堆应该有发达的木雕工艺，它的青铜工艺是在发达的木雕工艺基础上形成的。我们看三星堆的这个大铜立人像，还有小铜立人像，他们的身体的都瘦得像跟脑袋出戏一样，这个就是木雕特点。我们想象，我们用个木柱子雕一个人，最容易的就是把这个头部轮廓雕出来，下面都跟人一样，雕在这个转弯处凿两下，就凿出了头、身体、腿这样的特点，然后再装两个手就可以形成。所以三星堆的那个造型特征就是木雕特征的延续，那么它原先应该有木雕的身体，所以它里面还有大量的炭渣，但是三星堆人埋藏的时候已经把烧坏的木头的身体给取掉了。我一直还希望它的头里面带点木头，我们好检验，结果所有的木头都取出来了，它里面是个空腔，那原先应该是套在木头身躯上的。但是在三星堆文物里面有复原有原貌的这个神的形象，这三件下面这个图片就是他们搞修复的人做的复制品，就是真正的复原可能比这个复杂，因为这个东西很小，小就做得简单，它如果放大，它一定是做得相当的精致。他的头上应该戴着华丽的羽冠，或者是头上还有东西，不会什么光秃秃的一个，就是额线，上面要么有头发，要么有冠，要么有羽毛之类的装饰品，那么身体也应该是不像这样简单，这是青铜做的嘛，就简单，下面可能还站在一些台子上。我们看见有这样的神像站在花朵上的，不是莲台，是花朵，是不是还有站在其他上面的？好比站在乌龟背上有没有啊？有一个大家有没有印象？出了一个文物，有很长的脖子，那个东西找不到身体，说不定身体是个木头的乌龟壳，那个就是一个乌龟的脖子，有点像，有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些。神像的座子没被我们发现。三星堆人最具创造力的是他的这一些组合铜器，这些组合铜器，他把人、动物，这个动物往往还是虚幻的动物，四不像，集合了那个兽、鸟这样的特征，就是这样的。神兽，每个下面都有神兽，集合了这样的一些形象，把它组合起来，而且还不是一件，它是若干件，这若干件还不相同，这些若干件也是要组合起来，组成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我觉得它是要表现。他们从三星堆这个城一直到某一个接近于他们崇拜的天地的地方，我怀疑是很可能是很高的山，因为山巅最接近于天，我觉得很可能，他们从这里出发往前走，到一个神圣的地方，和天上的神进行信息交流。把自己的诉求报告给神，神得到他们的消息，再接受他们的礼品，最后
给他们进行赐福。三星堆这些文物表现的是这样的一些场景，这边是自下而上，这边是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情景，发生人和神的对话。这个对话当然是间接的，不是我这个大神我就下来给你对话，大神才不学意和你这个人在对话。就像商人的地，这个地力量非常的大，可以决定你这个王朝改朝换代，可以摧毁你的城市，但他不接受你的祭祀，不接受你的贿赂，所以商人呢，怎么才能把自己的信息转达给这个上帝呢？他要通过地的臣子，包括他的祖先，也是地的臣子，让这些祖先帮他说好话，然后得到神的福佑。所以商人大量的祭祀他的祖先，还有各种其他的神。其实他不直接祭祀地，地不接受他的礼品，地躲高高在上，躲在后面，它是一个至上的存在。所以三星堆可能也是这样，他们的这些下来的神实际上是个小神。你想他这么一个神，虽说长着一个鸟的足，但是整个身体还是人的，下面踩着一朵云，鸟形的云，头上还顶着一个器物，负重，负劳役，顶上还爬着一条龙，龙上背上站着一个人，你像这个神的地位是比较低下的，但是他比较凶恶，呲牙咧嘴，有点像护法神的味道，那真正的大神还在上面高高在上，监视在下面，可能我们刚才看见的图木尖耳、人首鸟身的那个神，可能就是他们的大神，但是不是最大的那个神，都还要打一个问号。说不定最大的那个神还躲在他后面，他是创造了这些神的神，也有可能中间那个大神就是至上神，两边才是，就是像太阳神啊、月亮神这些，但是关于三星堆的这个神像的这些体系的研究，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三星堆人具有创造性，把这些不相关的东西给组合起来，组合成这样复杂的东西，这也是三星堆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再加上2棵大同神树。至于三星堆这个遗址和文化的价值，我想可能归纳这样几点。第一点呢，三星堆遗址的人们用青铜等器物构建，这个建字也写错了，还没有改，忘了，我考过去就忘了，就是构建了基于太阳神崇拜的这么一个宇宙体系。在这个体系里面，天像一个穹庐，在它的极东有一棵神树，这个神树像桑树，古代的名字也可能叫扶桑。在它的极西的地方，有一棵树像柳树，它的名字叫浮木或若木，或者叫做细柳，像这样的名称。有10个太阳，从东向西再到东，这么形成循环，轮流值班。9个太阳在树上，1个太阳在天上。但是当然有一次出现了故障，所有的太阳都同时跑出来了，结果被射掉了9个。那么三星堆这个宇宙体系上面表现了10个太阳，但是我们说怎么这一棵树就有9个太阳？如果加上顶上，也可能顶上还有一个，也可能没有，就9个，有一个在天上。那么2棵树加起来，就18个，不是10个。实际上，这2棵树它是要分别，给人一个时日的一个指示，所以，这2棵树它只有每棵树上有9个或者10个鸟或者10个太阳，才能给人们时日的这么一个印象。这2棵树也不是摆在一起的，
有可能一个是摆在一个殿里面，一个摆在另外一个殿里面，或者一个摆在神殿的这头，一个摆在那头。那个独立看的时候，它都是9个太阳或者10个太阳。那么十日的这个神话，以前是见于战国到汉的文献，像《淮南子》《山海经》，但是从文物来看，它有更早的渊源，最系统的一个渊源，现在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的三星堆，但是往前追，可以追到良渚，可以追到河姆渡，最早可以追到就是高庙文化。高庙文化和我们深圳的咸头岭文化或者香港人叫大湾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或者就是一个文化。我们的咸头岭遗址的发掘者李海荣教授就在场，他最熟悉这个文化。在这个文化里面，实际上就有了太阳鸟这样的东西。有学者说的，连双树的形象都有了，只是不是那么明显而已。但是三星堆就是用青铜做了一个最系统的这样一个神话的物象表现。其次，三星堆人已经形成了类似后世的头龙的天人关系思想。头龙是很重要的中国古代的一个文化思想。是去年吧，还是前年？在浙江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展览，展览的名字叫做《头龙》，后来出版了一个图录。李林教授写了一个序，在序里面就说，这个头龙，是中国古代文化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法国的汉学家沙婉，他晚年的最后一本书就叫做《头龙》，没写完他就去世了。现在也翻译出版了。那么沙婉为什么要把头龙放在他最后来写？他认为这个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天人关系这么一个文化内核里面的一种表现，要放在最后来写。理解了这个，可能我们外国人就理解了中国的文化。所以他也把它放到这样高的一个地位。那么什么是头龙呢？头龙在后世，就是战国以后，他是把统治者的诉求用文字写在玉板或者是铜板上面，当然是鎏金铜板然后把这些东西用金条或者是金箍子把它固定在鎏金的铜龙上面。这个龙就相当于马，是遗传给它带信的。然后还要加一个礼品，就是玉璧，放在这个龙的前面。然后就派这些人主要是道士了，还有官员，到处去投龙，主要投在名山上面、大川里面，埋在土里面。因为这些道士，这个帝王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跟神取得联系，谁能把这个信给他带到神的那里，他所以就是就像我们说有病乱投医，就是到处找路径。所有的名山大川都派人去送信，都要举行这样一套仪式。所以这个东西发现不少。如果他就投一个地方，我们还真可能发现不了什么东西。就这样的一套仪式我们现在最早的知道是战国时候的秦国，在华山这些地方，我们都发现了这样的头龙的茧都是玉的。但是
这个仪式有更老的渊源。这个渊源是什么？我们试想，当人们没有文字的时候，人们怎么把自己的诉求告诉上帝？我们的文字最早就是商代的甲骨文，当时还在小范围内使用。那么早期的向天地报告自己的诉求，那一定是语言，它先于文字，它带的是口信，甚至是自己亲自去倾诉。但是人这个肉体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那么就必须通过一些仪式，好比驮魂的仪式，使自己的灵魂能够上去。那么要上去怎么上去？那有的人有保护，得有马来骑，得有坐骑，所以龙就是最好的一种交通工具，可以下水，可以升天，所以古人就想到了这个龙，在三星堆就有这样的形象。三星堆我们就看见，有一条龙，这个龙还长着翅膀，有4个小翅膀，这个尾巴已经掉了，还没接上。但是一个人，这个人很可能是三星堆的国王，他手拿着龙凤杖。三星堆发现了2柄杖，就是包括金杖，它是个外皮包在一个杖上面的，一个是龙虎杖，老虎在下面，龙在上面；另外一个是龙凤杖，龙在下面，鸟在上面。这个鸟的杖首，不在它上面，在另外一个人手里拿着，这个也发现了，应该是他要配成一对。他一旦获得了龙凤杖，他就获得了一种神权，或者是更大的权力。那么龙虎杖已经很了不起了，龙有镇压老虎的力量，但是这个国王，你看他拿着龙凤杖，那更有镇压龙的力量。你看站在龙背上，他的力量应该是在龙的保护或运在下，上天入地。这不是真的人，是他的灵魂的一个体现。这样的形象，我们在战国楚墓的帛画里面也可以见到，我们在长沙马王堆的帛画里面还可以见到。我们看马王堆的这个帛画，两边2条龙，从头上尾下，画面分为3层：地下、人间、天上。它正是表现墓主人死后到天上的这么一个情景。它也要用龙作为工具，把它运载上去。那么从三星堆到楚汉的帛画，它正是当时这种思想用语言沟通到文字沟通人神的这么一个过程的转化阶段。在有些地方还保留了这么古老的一些东西，但有些地方已经进化到了用书信来转达信息的阶段。在我最近正在做这个研究，我想写一本书，我突然最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起来，就是我也把我的有个结论写在一篇文章里面，但我这个结论只写了就是我这个想写的一半，就是说投龙这个仪式有更早的渊源。实际上在投龙这个仪式之前，人们人神关系应该是3段论。最早的时候我们人人都可以和上帝进行沟通，跟天地进行沟通。那个时候有很多沟通的途径，好比说通天的大树，
通天的绳索，通天的天梯，但是以后这些途径都被砍断了，人神就分开了，这二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那么要克服这个鸿沟，必须依靠专业的技师集团。所以国家产生以后，这个鸿沟一定是形成了，否则就没有这个专业技师集团立足的空间。如果我人人都可以通过天梯，通过绳索，就是跟天地，相沟通，那么我们还要你技师阶层干什么？我们要通过你这个代理公司，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办法吧，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鸿沟，你们有一些办法可以通过像托魂、那个神灵附体这样的一些巫术，来克服这颗鸿沟，以后这个投龙仪式仍然是要解决人沟通天，人和神发生联系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古代的这一个人神关系是一个三段论，这是我的想法。我最近先写一篇比较完整的文章，然后把它写成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本书。第三呢，三星堆古国还为世界贡献了一种都城规划思想。在中国古代有两种规划思想，一种就是考工记里面所记载的，那种思想，就是匠人营国，那个国家的都城是，就是方九里旁三门，就是九经九纬，前朝后世，左主右摄，这样一种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的本质，它是一种法地的规划思想，也就是说是缩放大地。缩就是天下古代的国家是9个州，那么我把它缩小，成为9块，一个小9块作为都城，作为天下9州的象征。一个方，我们最基层的这个土地单位，是里，是井里、井田，井里分作9个格，就是8家供养公田，8个夫，中间那一块是公共的，然后把它放大成都城，1个里的小城，4个里就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再进行叠加，就可以组合成更大的城市。这些都是缩放大地的一种规划思想。我们后来的都城到地方城市，主流规划思想是这种思想。但是还有一种，这一种规划思想就是把城市规划在一条大河的两岸。这条大河象征着天上的银河，是天上银河在大地的投影。统治者住在河的北面，就像天河北面的紫薇园一样，在那里修建都城。那么它的南面是放其他功能的东西，包括跟天沟通的神庙啊这些东西。另外呢，要修一座桥，把南北联系起来，象征着天上的鹊桥。这么2种规划思想，我们以前只注意到了第一种，就是缩放大地的规划思想，没有注意到法相上天的这种规划思想。实际上这种规划思想一直存在。过去大家都说秦的咸阳是法相上天的，因为文献里面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27年他就开始营建新咸阳，他不满足于商鞅所建的旧咸阳，旧咸阳是个法地的，
是仿照当时的诸侯大国鲁国、魏国建造的都城。他觉得太小了，在灭六国的时候就不断的拆六国的宫殿，划六国的宫殿，建在他的原先的宫殿的旁边。统一中国以后，他就像成都一样，云建了新的咸阳城。这个咸阳城文献记载是这样说的：说秦始皇他这个建的新咸阳是渭水灌都，以向天汉，横桥南渡，以发千牛，端门四达，以泽子为，还有坐极庙，以向天极。你看他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向着天上的星宿，是天上星宿在人间的一个投影。这个和当然秦始皇的这个宏大的计划，由于这个他的死去以及秦末的农民战争，使得他的这个规划思想没有实现。但是过去有的专家已经指出，好比复旦大学的杨宽教授就指出，成都像咸阳，但是我说杨先生说的很对，两者有关系，但是不是成都像咸阳，而是咸阳像成都，因为成都在先早就作为都城了，在公元前316年，秦就灭了蜀，所以成都的城市规划也为秦人所知道，所以应该是秦人仿照了成都，云建了新咸阳。那么这种都城再往上追，可以追到金沙，再往上追就可以追到就是三星堆。三星堆的晚期已经形成了河流贯穿，这个河流画都没有画出来，就是应该是贯穿的，然后到成都，到咸阳，以后这种规划思想一直存在。我们看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为什么洛阳城不同于长安城？同一个人规划的，他用了两种规划思想，西京用的法地的思想，东京用的法天的思想，所以他找了洛河，象征着天河，把洛阳城规划在洛河的两岸，把这个宫城和皇城不搁到中间北面中间，而是搁到北面的西北，就跟三星堆这个搁到西北一样，象征着昆仑最高的地方，另外它引出一条中轴线，建了一座桥，跨越洛河，称作天津桥，天河的津梁，天津桥那条街也叫做天街，洛阳也一度被称作神都。武则天东都洛阳，号为神都，这些都和天有关系，所以这一种规划思想在隋唐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三星堆这些区域坑里面埋藏的当时国家神庙里面的象舍、陈设等祭祀器物，包含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为我们认识三星堆国家的政治构架、思想观念、宗教仪式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现在我们的研究都还是比较初步的，我们好多的复原工作，就是器物单件的复原都还在进行，那么它的组合的复原，整个器物群的复原，都还有待时日。我想随着这个复原工作和研究工作的进展，我们对三星堆的认识一定会有更多的就是新的认识。最后再说一个问题，三星堆有文字没有？因为以前每次讲座都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干脆就先回答了，等会儿就提其他问题，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三星堆据我们现在所知应该是没有文字。三星堆有一些符号和后来巴蜀符号有关，像这个玉器上面，像这个像牙又像有角的符号，
像这个像豫章的符号，这边2个手的符号，还有这一个符号我们不认识是什么东西，有不同的解释这些都不是图案，不讲究对称，是加在那儿表示某种意义，但是它是不是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原始记事它可以记事思想的片段，但它和语言之间是有差距的，我们不能仅凭几个符号就说有文字。在我们中国，我们最早的成熟的文字体系是古汉字，古汉字我们现在可以追溯到商代，文献记载也这样说：唯因先人有册有典，商人才是有册有典，这是周人的话，那么商代有文字。那么我们现在发现的实物最早就是殷墟甲骨文这个体系，那个时候这些文字还在商人的这个巫师真人集团里流传，可能流传并不广，商人周边的人，周人最先掌握，在西边这个方向，周人是最先掌握，因为周是商的西伯，西方的统治者。蜀人，也就是三星堆、金沙这些人，他又是周的稀土之人，跟商还隔了一层，他当时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文字呢。但是随着周人，他去灭商，力量强大了以后去灭商，他要西面的这些古族古国，去支持他的灭商事业。西面有8个国家派兵，参加了周武王灭商的军队，其中就有蜀国。当时周武王在殷郊牧野进行誓师，他的誓词里面，这个誓词还保存下来了，在尚书墓室里面，他就说：“提议与西土之人，远啊！你们西方来的这些人。”然后他举了8个国家的名字，叫大家把武器、旗帜都举起来，来进行誓师。他就举了庸俗、羌卯、围卢、彭蒲8个国家，第2个就是蜀。那么这个蜀，应该就是西土这个蜀。那么这个蜀派兵参加了灭商的战争，又得到周人的赏赐，这里面就有青铜器，可能在这个赏赐过程中，他也接触到了文字，所以周人封给蜀人的有一块土地，就是在宝鸡，也就是现在的古蜀道的进入关中的入口处，就是宝鸡的那个宝凤隘道口上，这些遗址里面出土的东西很多和四川有关，但是他的统治者俞伯，他的青铜器去铸着周人的文字，俞伯做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俞字以弓射鱼，我们就会联想到，三星堆的金杖和金沙的金带上面的那个以箭，一支箭插在鱼的身上那个符号，那个图案，是一个烛灰，这个文字也是一个烛灰，是文字化了的烛灰，所以它和那个三星堆金沙金杖上的烛灰还是有相通之处。他的这些统治者的墓里面还出这样的人，出鸭子脑袋的权杖，还出尖地器，这些都和四川有关。我想，这个青铜器铭文就说明，当时的四川人应该是金沙的人，三星堆人的后裔，他们已经掌握了文字，这个文字，就是周人的那个文字，商周的文字，不是他自己有什么文字，
这种情况一直到战国时候，当时统治阶级都是使用的古汉字，早期使用的是商周文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使用的是楚国文字，楚系文字。前不久在四川的那个新都双源村，就出土了2柄铜剑，上面既有巴蜀符号，又有楚系文字。所以我们想，当时的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平民，可能就是使用这种巴蜀符号作为一种原始记事的一种手段。但是统治者掌握了文字的，他一定是掌握的是古汉字。正由于这个缘故，当时有一个思想家，就是山西人，山西曲沃，就是我们在山西实习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叫狮子，狮角，他有事儿逃到四川，在那儿著书。你想，他这个人跑到四川去著书，如果四川的这些统治者不认识汉字，他去著书干什么？大家都不认识，还以为是一堆鬼画符，所以他当时四川的统治者一定是